各位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德国伊本媒体集团对斯托夫的访问。斯托夫是美国一个叫国家安全与国土研究中心的 NGO 创始人，在文章中会介绍到这个人。读了这篇访谈后，我的理解是某大国政府不好自己亲自出面干预学术自由，于是通过这个 NGO 对德国的学术自由以及与中国的科研合作进行干预与限制，其目的是从学术领域与中国脱钩。这是以这个某国为首的西方干预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妄图从学术界开刀，其目的是希望他自己科研继续领先。现在我们来看看该访谈录。德国研究人员帮助中国开发了高超音速武器。配图说明：东风中程弹道导弹携带 DF-ZF 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参加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阅兵式。国家安全与国土研究中心的杰弗里·斯托夫进行了一项研究，以说明德国人是如何也与具有军事背景的中国机构合作的。斯托夫的研究在年初引起了德国科研界的轰动。在接受 Michael Radomski 的采访时，这位研究员对与中国过于密切的科研合作提出了警告。好，接下来就是访谈录了。伊本媒体问：在您目前的研究中，您对中德之间的科研合作提出了强烈的警告，与中国的合作有多危险？斯托夫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领域，但在某些领域是相当危险的，例如在高超音速研究领域。伊本媒体问：你是说高超音速武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等少数国家拥有的高科技导弹，即使美国也没有这种导弹。斯托夫说：没错，您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要提出警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国研究人员帮助中国研发了高超音速武器。中国与全球科学家合作研究高超音速应用。伊本媒体问：德国本身并不拥有任何高超音速武器，德国提供的帮助是什么样的？斯托夫说：是的，而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一个危险的模式。首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与研究高超音速应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然后他们在国内投入大量资源，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当然要冒着其他国家不会冒的风险，最终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伊本媒体问：但解决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拒绝在高超音速领域合作。斯托夫说：遗憾的是并非如此，因为在许多研究领域存在着双重利益，我们称之为双重用途。就高超音速技术而言，它与民用航空、发动机设计或材料科学等其他领域存在大量重叠。伊本媒体问：好吧，尽管如此，至少高超音速研究的结果具有公认的危险性。在您的研究中，你是否也遇到过不那么容易被识别为危险的研究领域？斯托夫说：遇到过很多领域。在我的一本书中，我举了助听器的例子。语音识别和信号处理方面的医学研究正在这方面开展重要工作。然而，中国一些专门的研究人员为国防科大七子系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国防和武器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被分配到中国海军的潜艇战实验室，他们利用信号处理和助听器技术进行潜艇探测。中国与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自由设限。伊本媒体问：怎么会有与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合作呢？斯托夫说：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还是德国，都没有法律禁止这样做。我们的出口管制法规通常不适用于基础研究。伊本媒体问：科研自由至高无上，你想限制学术自由吗？斯托夫说：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学术自由设限，因为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免于承担责任。在学术界，我们也有责任确保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被用于危险的军事目的或侵犯人权的行为。学术自由不应该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可以和任何我们想和的人在一起，而不被强加任何条件。人物简介：
杰弗里·斯托夫是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安全与国土研究中心 CRSI 的创始人兼总裁。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工作了18年。他的非政府组织的目标是支持学术、政府和私人机构最大限度地降低专制国家对研究安全和领土造成的风险。一本媒体问：西方科学家是故意帮助中国军方，还是他们太天真了？斯托夫说：当然，我不知道研究人员的个人动机或知识水平，但总的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与谁合作。在中国，这种情况尤其难以理解，因为实验室的透明度受到阻碍，实验室的工作被刻意掩盖。一本媒体问：他们是如何操作的？斯托夫说：有多种可能性。首先，找不到关于某个组织的英文信息。一本媒体问：为什么要有英文信息呢？他们是在中国工作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网站也是中文的。斯托夫说：这只是第一步，在其他情况下，来自中国以外的网站会被屏蔽，或者他们使用听起来无害的英文名称，有时英文用词甚至是荒谬的。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网站，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国防实验室，这是蓄意欺骗。当你与中国打交道时，你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你在与谁打交道。一本媒体问：所以你真的希望在德国耶纳的研究人员每次都检查中国以外的网站是否可以访问，其内容是否有英文版，以及中文名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斯托夫说：当然不是。要求研究人员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尽职调查，并意识到地缘战略的后果，这要求实在太过分了。一本媒体问：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斯托夫说：首先，必须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当你与中国打交道时，你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你在与谁打交道。这不同于与其他民主自由国家的科学家打交道。例如，你必须知道国防科大妻子的科学家们研发的是武器系统，他们也做其他研究，但武器系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本媒体问：好吧，就是要有意识，但谁应该产生这种意识呢？斯托夫说：政府至少应该提供一些指导方针，列出他们想要警告或限制的事情。这些只是在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合作之前应该考虑的一些要点。这是我们共同的任务，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无法单独完成这项工作。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和压制。一本媒体问：还有谁会帮助中国搞科研？斯托夫说：我们需要像我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这样的民间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智囊团和研究机构共同建立一个知识库。我已经开始了一项研究，但这只是一个缩影。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国际合作。一本媒体问：再次回到中国这个话题，过去双方都从学术合作中受益，现在您提出警告，有什么变化？斯托夫说：中国变了，它变得越来越专制、封闭、压制和侵犯人权。因此，我们的责任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如族群或大规模监控。您要知道，在中国，与公安机构合作的机构有悖于我们的价值观。我在研究报告中提到了与公安部和人民武警合作的人，这些都是服从于党国的可怕的侵犯人权机构。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与谁合作。一本媒体问：那么就不再与中国合作了吗？斯托夫说：我们需要明确权衡成本效益。当然，在气候科学等领域，我们应共同决定潜在利益大于风险，但我们需要划定红线。即使是在气候科学这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也不应与国防工业合作。一本媒体问：但归根结底，中国的一切和所有人不都在党的控制之下吗？斯托夫说：是的，这将会很复杂，但我们应该从某个地方开始，因为现在中国基本上可以不受限制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研事业。让我们至少从我书中描述的一些高风险类别开始。一本媒体问：问题有多紧迫？斯托夫说：我对德国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其规模和范围已经非常危险。
这种无序合作的危险是巨大的。我们不能等到制定出统一而全面的指导方针之后再行动，在某些领域可能为时已晚。例如高超音速技术，中国甚至已经超越了美国。好，朋友们，这就是德国《信使报》刊登的访谈录的全部。但我觉得该访谈录的题目有标题党的味道，因为至始至终，除了这位所谓 NGO 创始人的指控，好像并没有任何关于德国人如何帮助中国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细节。既然德国人那么厉害，为什么德国自己还有德国的主人，也就是那个某大国都没有此类高超音速武器呢？还是这里又在散布甚至制造中国威胁论呢？我很怀疑这个某大国可能他的政府不方便出面，于是委托这样一个所谓 NGO 来操纵及限制德国的学术自由，最终目的是要让德国学术界与中国脱钩。这个 NGO 的动机，也就是它的背后这个某大国的动机，还有它的目的都非常的邪恶。朋友们，很遗憾，目前德国媒体已经在为学术界与中国脱钩在酝酿气氛了。上个月，德国国家媒体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就刊登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我们看它的题目是关于合作的讨论，中国是否从德国大学的知识中获益。标题看似没有任何问题，但魔鬼藏在细节中。这个 HTML 网页文件，它的名为 China Spionage Wissenschaft， 这是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学术间谍。我们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这篇报道，它的开始部分，中国不仅通过黑客攻击获取有价值的知识，专家警告说，中国政府还依靠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来扩充其军事力量，基础研究也很有用。一位外国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量子物理学，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并在那里工作。与此同时，他作为名誉教授继续在这所德国大学工作。事实上，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除非这位研究员是中国人，而且他的工作大概是在帮助中国军方。好了，随后这篇报道也是关于中国学者在德国大学做科研，也可能是服务于军事应用。无独有偶，这篇所谓中国学术间谍报道的素材也来自于这位美国 NGO 的创始人斯托弗。现在回头看，与今天德国《信使报》刊登的这篇访谈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渲染中国学术威胁论，为日后打压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做铺垫。就是说，德国在跟随他的主子，在学术方面也在与中国脱钩，这是另类的中国威胁论。好，接着我们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推特账号上观众及读者评论。第一位，当然，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对双方来说都是互利的，毕竟这才是关键所在。下一位，文章中的主要嫌疑制造者是杰弗里·斯托夫，在华盛顿担任安全与国土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所以美国人又不乐见这样的事了。下一位，大家今天还要问这个，真的吗？伙计们，说到中国，你们真的生活在月球后面吗？你们过去是不是一直在睡觉？下一位，德国企业是否从其他国家的贫困中获利？下一位，亲爱的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组，我对此只能报以冷笑。中国人不再需要这些了，今天所需要的知识在德国的大学里已经找不到了，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正在进步发展。德国是个禁止技术的国家。下一位，这是反华宣传。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小人可能代表着这太没意思了吧，这个小人打呵欠。下一位，反问德国是否从中国大学的知识中获益？最后我们看看德国《信使报》这篇访谈录的读者评论。第一位读者，再次重申，中国只是合作一两次的伙伴，他们是同行，也是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不加思考地将敏感数据交给他们。下一位，当西方国家挥舞着道德大旗时，17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早已用他们的左倾方法超越了我们，我们太愚蠢了吧。下一位，谁会感到意外？
上届政府将我们的大部分科技卖给了中国，并与中国人建立了更多的合资企业，但是叛国罪在德国仍然可以得到最高的奖章。下一位，正是因为中国变了，德国政府新的对华战略才是正确的。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封闭、压制和侵犯人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依赖中国。好，朋友们，很遗憾，也很抱歉，我很想与大家分享一些正面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但这就是德国媒体每天以这样的方式来报道中国。从今天的访谈录，我获得了新的信息。原来中国拥有的世界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得益于大公无私的德国人的帮助。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德国人不自己开发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为什么德国人不帮他的主子开发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现在我明白了，德国人利用他们还没有拥有的未来技术，帮助中国搞出了超高音速导弹。